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在昨天的美股行情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1.57%的一个快速上涨动作。那么这根阳线呢，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叫做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呢，是在被压制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从石头缝里迸发出来的，它是一个突出的非常具有特点的一根阳线。有了这根阳线之后，上方行情就可能走出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让美股出现一个反转行情。但在这个反转行情之前，我们看到美股曾经出现了2根阴线的回调动作，这2根阴线的回调动作呢，分别由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组成。悟空阴线出现在4月25日，八戒阴线在4月26日，这2根阴线的形成回踩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这条支撑位呢，就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在红色线这个位置上的筹码中枢，这个中枢带呢，大概是在33300点附近，在这个位置上，美股成功出现了一个反转行情，意味着行情可能会重新启动。同时呢，根据江恩的4次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定律，上方我们可以观察到4次的位于34000点附近的波峰，这个4次等位置波峰的出现，让行情多头产生了一个出现新高的可能性这是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来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首先是领先于美股出现了一个反弹动作，但在美股持续的下跌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股出现2根阴线之后，比特币快速回落同步了美股的行情，但在美股的反弹过程当中呢，比特币又重新开始与美股发生同步，那么比特币同美股反复背离、反复同步，但最终呢，我认为比特币会同美股发生一定的同步上涨的现象。比特币在31000点的回踩动作，我们可以在31000点下方看到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走到沙僧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那下方呢，就有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但在昨天的日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根阳线成功将沙僧阴线消灭，同时也消灭了八戒阴线。那么目前反弹趋势正式成立，有没有可能发生反转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昨天截止到今天早上，昨天的这根阳线呢，已经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并且这根悟空阳线将前面行情当中下跌过程当中的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剿灭掉之后，那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就有可能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对于比特币来说，站上31000美金突破一个新高的可能性，在这个时间点再次加强。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动作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由3月初的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在收敛三角形的内部，我们看到了震荡和突破。突破之后呢，行情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踩。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非常重要的点位呢是在288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同时呢也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带这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在中枢位置形成的位于28800美金的一个筹码密集带。那么行情出现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就有可能走出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并且呢，这组日线级别的上涨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撑位就在28800美金。在这个位置上重新酝酿的时间点，我们一定要非常重点的关注在昨天的行情当中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双重巴特。这个双重巴特呢，是对多空两方面均同时进行的快速绞杀，几乎爆掉了10倍以上杠杆的所有参与者那么在这样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4月27日凌晨3点的这根巨大的阴线。这个巨大的阴线呢，在行情当中往往会伴随一定的回补动作。那么截止到当前时间点，我们看到反弹过程当中进行了第一轮回补，这轮回补结束之后是有可能重新回踩一下的。
回踩的目标点位呢是在$28,500附近，反复回踩之后会对筹码空缺区啊，会对4月27日凌晨3点的筹码密集区啊进行最终的缝合式的回补动作。只有把这个位置筹码完全填实之后，行情才有可能才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啊快速上涨，突破31000点，最终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结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对于比特币来说，周线级别比特币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上涨幅度几乎是达到100%翻倍的行情。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我们看到啊，4月17日的这周出现的阴线是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过程当中的一个调整动作。这个调整动作呢，往往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但我们最终没有看到日线级别的调整，而是看到的仅仅是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那么调整结束之后呢，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可能还会继续上行，从而出现一个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那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比特币是一个上涨趋势。那在日线级别来看呢，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高位进行了一个横盘震荡，在4小时和小线级别这里面，比特币啊在小线级别上进行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那么就短线来看，我们应该做的是小日线的这个级别。那在小日线级别这里面我们看到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 ，K 线在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上运行。注意看啊，我们看的是小日线级别。那在这个位置上就存在多头的机会。那么如果想参与多头的话，建议是回踩$28,500。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刚刚形成的筹码密集区，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小日线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上行过程当中可能会和 K 线相遇的地方。总而言之呢，这里是一个筹码支撑位，所以呢，对于多头来说，我认为在短线上要耐心等待回踩$28,500到$28,800啊，进行参与更安全、更容易找到下方由波峰连线构成的一个支撑位啊，作为止损。这个支撑位呢，目前点位是在27,800啊，在这个位置附近。那么对于行情来看，我们要看长做短，周线级别的上涨趋势完全没有破坏掉的情况下，我认为多头是目前发育的方向。同时呢，比特币正在同美股发生同步现象，之前出现过很多背离，但目前的同步现象呢，我认为更多的是在多头方面军，所以呢，在回踩之后，我认为要参与多头方向。像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啊，是在0.066到0.067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条支撑线呢是日线级别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那么目前这个位置发生了跌破，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阻力位。反弹到这个位置上之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行。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8切阴线组和目前走在了一个沙僧阴线。那么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现在是一个弱势下跌的一个局面，那么最终有可能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以太坊是相对于比特币弱势的。因此呢，我们回到以太坊和 USDT 的交易对上，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以太坊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并且以太坊目前是一个8切阴线的实力范围，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它不是一个做多的行情。目前我们要等待一个多头的一个标志性阳线作为信号。有了标志性的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啊，比如说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就是一个止损位。那么现在行情对于以太坊来说，没有走出这样的一个悟空阳线，仍然在下跌趋势，特别是以太坊和比特币，它是一个这个交易对是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因此呢，以太坊是弱势的啊，要耐心等待机会。如果以太坊能够继续调整的话，最终走出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话，我们认为$1650附近啊，这样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才是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当中，它是一个箱体结构。内部有个收敛三角形啊，中心带的一个支撑，同时呢也是下方144均线和169均线共同形成上移之后啊延长线的部分形成的一个支撑，所以呢对于以太坊的多头来说，还是要耐心等待机会。比特币和美股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趋势啊，所以呢对于山寨币来说，目前也是一个可以建立一些仓位的一个机会。
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之前关注的爱恩钩啊，爱恩钩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在这轮行情当中看到涨幅达到700%左右。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目前也是非常接近于前高附近，前高是在9.97，接近10美金。那么在爱恩钩如果出现回踩之后啊，就是一个可以建仓的机会。那么现在行情啊波动到这里，对于多头来说现在没有机会啊，但是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它4小时级别140均线和169均线啊，这如果回踩到这个位置啊，是可以继续建仓的。前面行情当中我们会员群朋友建立了一个观察仓，观察仓大概是在6.7美金啊，这个位置我给出了提示，是因为它是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支撑位啊，这个支撑位也是前面行情当中多峰连线构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线啊，在这个区域附近是可以进行布局的。那么行情反弹到这里，反弹幅度已经超过30%，达到40%左右。所以呢，行情在这个位置啊，如果想补仓的话，一定要耐心等待它回踩下来之后，最起码要回踩到140均线7.2美金附近之后再进行布局。强势币种呢是一定要在牛市前期有仓位的啊，所以呢，对于 IN 钩这种非常强势的币种啊，一定要重点关注。新币种 ID 来说，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看到它上线币安之后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形成收敛三角形接近交点位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轮上涨行情。这里的上涨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和沙僧阳线，那么上方唐僧阳线没有走出来，就开始发动了回调动作。在回调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附近，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啊，构成了位于0.063附近的一个支撑位。在这个支撑位的前提下，我们看到 K 线在上方运行。那么这轮行情 ID 和 ARB 是被错杀的，错杀的原因呢是它的成交量曾一度超越比特币啊，在日线这个级别上超越比特币，证明庄家主力啊，在这些资金在源源不断的进入次新板块当中的热门币种 ID 和 ARB 当中。那么这轮行情被错杀之后，超级主力可能在底部进行了一个换庄的动作。那么在如果出现比特币和以太坊还有这个美股继续上行动作的话那么首先资金的热点就会涌入这种次新币种，因此呢，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不跌破的前提下，对于 ID 来说，它有可能重新启动它的日线级别上涨犀牛，最终呢会出现一个唐僧阳线啊，这个日线级别启动之后，最终呢会走出前面我们预期当中的唐僧阳线，出现一个新的高点。所以呢，对 ID 这种超级主力关注的资金关注的热门币种、次新板块当中的热门币种要重点注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